董事姐，我也不妨告诉你，艾雪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今天咱们夫妻一场，只要你乖乖的把董家财产转让给我，就放过我，不然我叫你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明浩，为什么呀？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们要这样对我？5年，足足5年，你都没给我们单家生出个儿子来，留你还有什么用？明浩，我明显不是这样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明浩？你是不是想说，你那死了的爹让我们签的婚前协议，一旦离婚，瞬间变成穷光蛋啊？我们没那么傻，我们不会离婚的。但是，只要你死了，那个协议就作废了。明白了，我们还要贝贝吗？今天是贝贝的生日啊！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贝贝。贝贝是我的，你不能拿走贝贝！四路七星，放。10路14星，11路13星，命。 10路13星，压。 6路10星，连环结。 10路12星，翻的。 8路7星，收官。本来应该是你赢的局，总是一念之人呐。算了。 大小姐，您姐姐找到了，但是唉，浩哥，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如偿所愿了吧？明天葬礼过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开他的车子，住他的房子，花他的票子，打他的孩子，这感觉真算爽。还有睡她的老公。唉。 你个小贱人，都化成灰了还不让人省心，真是讨厌！怕什么？跟死鬼老爹一样，废！这董思姐到底是怎么死的？听说前几天突然就自杀了。感谢各位来参加小锦的葬礼。作为她的丈夫，
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唉，小姐，我没有保护好你啊。坚强点，贝贝和这个家还需要你。从今往后，我将继承董家所有的产业，出任公司董事长。大言不惭，单明浩，你一个董家的赘婿，有什么资格接管董家的产业？你一个董家赘婿，有什么资格接管董家所有产业？不过是条上门狗罢了，神气什么？还真把自己当个人。当年要不是董老爷提醒，他呀，算个什么东西？你们什么意思？我知道我的能力啊有所欠缺，但是我妻子小姐的遗愿啊，我也没有办法。遗嘱：我死后自愿将名下所有房产、股份、存款全部留给我的合法丈夫单明浩先生。立遗嘱人：董思杰。真是便宜单家了。单明浩可是好久不久。单先生，请签字吧。什么？自杀？我看未必吧。自杀？我看未必吧。姓白的，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依我看，这份遗嘱根本就是假的。董小姐就不可能立下这样的一份遗嘱。你以为你是谁，在这胡说什么？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你不过就是单明浩一个小狐狸精。真的假的？你不知道啊？那都传开了。单明浩在外边把小三肚子都搞大。看不出来啊，单明浩平时人模狗样的，原来是个衣冠禽兽。对，董小姐怎么可能把遗产给这个出轨的赘婿？那董思锦不会是单明浩害死的？你们，老白，说话是要讲证据的。遗嘱上白纸黑字，你凭什么认为是假的？我看你是想借这个机会分掉你家的家产吧？哎，精彩，真的精彩！造我的谣，你可有证据？我没有。老白呀，我这儿可有些你的东西。单明浩，你少来这套，有话直说。哎呀，我在你口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赘婿，但是呢，这些年我也不是什么都。姓白的，你伙同董家其他股东私吞财产，中饱私囊，你是不是你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自己看看吧。现在还有人对我接手董家有疑，站住！姓白的，念你跟我岳父是世交，我给你个体面，你把私吞的公物一分不少的证明，我可以接受。小子，你不要自存矜持。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哎，
放陈武，申明浩，你不得好死，申明浩！让各位见笑了。我保证，接管董家以后，与各位精诚合作，为咱们江湖做贡献。快签字，快签字！我宣布，遗嘱无效。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葬礼，聆听我的遗嘱。但是现在我回来了，所以我想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你到底是人是鬼？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你感到很意外吗？还是说根本不希望我回来？小姐，你没事，真的是太好了。我当然没事了，我亲爱的老公。不可能！董思锦是自杀跳进海里的，已经死了。那我就是冒牌货了。所以真正的董思锦在哪儿？真正的董思锦在哪儿？你个贱人！你既然活着，就应该滚着去躲起来，出来干啥？不知道我就应该把你闭嘴！小姐，你终于回来了，我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死就掉进海里。我劝你应该闭嘴，别把事情闹大，否则你知道后果。不可能，不可能！这难道是传说中任龙家的？集中闹事，赶紧把他往后走！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别忘了，你这个地方是我出资建造的。闲杂人等一律行走，别打扰单总处理家事。你确定要对我动手吗？后果是你无法承受的。你一个女人能有多大能耐？拭目以待。小子，我看你是活腻了，敢对我明讲大事。这个女人居然是亚洲首富慕容成的孙女。姚经理，你在这磨磨唧唧说什么？我让你给我把他赶出去！再不赶出去，我的手段你不是不知道。慕容家面前，这单明浩就是个小角色。老大，动手啊！动个屁！你想害死老子吗？我每天在这花这么多钱，让你给我赶走个女人都这么费劲是吗？把他们所有人都给我请走！你就是你个叛徒！杨经理，叛徒！姐姐，你受过的苦，我会让他们加倍偿还，会送那些人渣下地狱，为你讨回公道。从今天起，我就是董思锦。拿下来。没喝够。哎，来。
我永远不是泰山，你就算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得罪慕容家的大小姐啊！杨经理，大小姐的身份钥匙放哪？保证明天再带你，你肯定见不着。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再来，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来吧，兄弟，把董家不单明浩家的情况给我们说说吧。你到底是谁？我是谁？我是董思锦啊！小贱人，连真实阴魂不散。既然回来了，就做人该做的事。敢耍花样，我弄死你！你说你要弄死我？你不是已经做过一次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让我滚！凭什么？这个房子是我的，你们吃我的，用我的，还霸占着我爸的公司。你们单家如此自私自利，不要脸，是你们该滚的！你个小贱人！你喜欢回收垃圾，我不管。但是从今天开始，这里不允许你再踏入半步。滚！说，贝贝在哪儿？贝贝，贝贝，贝贝，你怎么吃这个呢？贝贝，贝贝，你怎么吃这个呢？啊，贝贝，贝贝，你说话呀！他们欺负你了吗？贝贝，没事吧？贝贝，你们居然敢这样对贝贝！这个片子出来了，没有什么问题，孩子的身体素质还是可以的。我们初步诊断可能是语言中枢的暂时性抑制而形成的暂时性心理障碍。心理障碍，简单来说呢，可能是受到过外部的刺激而导致的。我们建议做心理疏导。好，我知道了，谢谢医生。贝贝，你这画的是什么呀？画的是贝贝自己吗？贝贝他为什么哭啊？贝贝，你是知道什么吗？
贝贝，你是知道什么吗？你要是知道什么，你快告诉妈妈。贝贝，你是知道什么？贝贝，你快说呀！对不起，对不起，贝贝。是妈妈太假了。是妈妈太不会。贝贝就拜托你了，您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照顾贝贝的。贝贝，这几天呢，咱们先在这儿，以后咱们换一个家生活，好不好？去吧，走吧，贝贝，我们去玩吧。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这次妈妈一定保护好你。浩哥，浩哥，怎么样？找到没有啊？不见，尸体不见了。我们不会记错地方了吧？不可能，就在这儿。这个小贱人命怎么这么大，这都没死。你说他不会真化成恶鬼回来复仇了吧？闭嘴！不管你是人是鬼，挡我者死。哎，汉代帝，老妈，哎，周这么点儿，善民会，你看这女儿善溜直啊，儿子呢？儿子来喽，单明浩。哎，这家伙哦，不能把你忘了，你个小三儿，你就边靠啊！这单家一家人整整齐齐，多好！哎呀，给你们点上，哎，对，把眼睛都放亮啊，都好好的看着。哎，你们都看好了啊！单齐了，看你们还有什么势力，一起亲一亲啊！来，3、2、1，开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相信大家对昨日本市发生的一起死而复生的案件有所耳闻。今天我们请到了当事人单总单明浩，请他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小姐呢可能受她父亲去世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心理障碍，所以才会写下遗书跳海自杀。精神障碍，那是不是就是精神病人呢？她精神的确不是特别好，有时候会情绪失控，不过没关系，我会找最好的医生。情绪失控，那会危及到身边其他人的安全吗？小景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她不会伤害其他人。看来单先生是一位善良的人，时刻维护自己的妻子。小景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她不会伤害其他人。单总这么好的男人，我要是能嫁给他，那真是修了8辈子的福了。就是，这疯女人竟然把单总打成这样，单总怎么不休了他呢？哎，他不是自杀了吗？这自杀没死成，得了神经病了。不要脸的小贱人，孩子都生了，还出来勾引野男人。冒牌的衣服，廉价的香水，心还这么脏，贵贱还不明显吗？都干什么呢？不工作吗？
你怎么这次回来了，感觉人都不一样？嘴炮倒是打得很哇塞嘛。他再有工作能力，还不是个茶水小妹。是说的是。还挺自恋呢，把自己照片摆桌上了。一般好人谁能干出来这事儿？来，我们现在开会啊！你们好像忘记通知我开会。我们直接上干货，你又听不懂。不上干货，这个会又失去了意义。叫不叫你有什么用？这赤裸裸的智商歧视！你们说你们不用管。你来这里干什么？这是我的位置，请你起来并且出去。我要是听不懂，大家就当我是来偷懒。下不为例。我要是听得懂，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大家要是觉得有道理，就请下次开会务必叫上。你别说了，别说了，安吉拉，你躲开。上个季度的报告大家都看过了吧？结果不太理想啊，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做了上一个季度的销售报告，主要还是投流和引流做的不好。如果说再也不能引起消费者的共鸣的话，这样对于我们的产品销售也是巨大的问题，是吧，朱莉？投流和引流都需要巨大的资金呢。我们也是线上线下投流同时进行，这无法引流，我们也很迷茫。我插一句，我觉得作为儿童为主中，我们不应该是从市场投流，而是应该引用妈妈的身份和情感来刺激消费，敲动市场。具体说说你想法。进。梁总，这就是董小姐所在公司的资料了。在一家小公司做职员，以他们公司啊业绩一般般，跟我们江氏集团啊可没什么能合作上的项目。多用我的关系，想办法支持他。可它就是一家小，有意见？您平时一向公私分明，怎么这次没有他就没有江氏集团。什么情况？突然开窍，吃荤啦？哈哈。你总和我说你是专业的，你是专业的，你是专业的，我也相信你的专业。可是你看看工作成果呢？你甚至都不如刚来的董思锦。江氏集团这么大的项目，
我没信心。没信心？你好，你都没信心？这么大的项目，你要放弃它吗？这可是和江氏集团的合作，千载难逢的机会。董思锦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要不让他试试怎么样？思锦，怎么样？好，好，就按你说的办，快去安排。1个亿的项目，派我去谈，这是你的任务吧？你不是厉害，有办法吗？怎么怕了？要是没有能力，就给我夹着尾巴做人。哦，我明白了，你这是因为上次的事儿打击报复。对，这个项目谈不拢，就给我滚出公司，永远别来。若谈成了，拭目以待了。不好意思，没有预约，我们江总不接待。我们和江总裁的特助沟通过的，是他同意我们才来的。没有预约，绝对不可能。这么大的江氏集团，怎么可能接我们这种小 case 啊？真是搞笑！哎，你是怎么搞的？白白浪费我们大把的时间，这腿都站麻了，我就知道是这种结果，就知道啊，董思锦不行。咱也走吧。人还没见到，项目还没开始谈，你们不能走。笑话，人家都拒绝你了，说绝对不可能，还在这耗着有什么意义啊？别在这丢人了。不好意思，董小姐，我们江总呢正在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让您久等了。没关系，非常理解。江总日理万机，那现在可以见了吗？请，董小姐。不好意思，我们江总呢只接董小姐一个人，不好意思了。你个欠打人呀！哎呀，什么玩意儿？江总，江总，你好，董小姐。久闻江总年轻有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就凭董小姐这句话，今天无论什么项目，我都给你签。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关于康养中心的项目，江总怎么看？合同带了？带了。过亿的项目，都不仔细看看吗？只要董小姐愿意，就值得了。难道他认识姐姐？突然召开紧急会议，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呀？肯定是啊，背不住啊！他昨天和江氏集团出了什么纰漏，经理要兴师问罪呗。真是自不量，出了问题还不是大家背锅？别忘记了你我的约定，谈不成就给我滚出公司！大家都安静。我来宣布2项关于公司的重大决定啊！首先，恭喜我们公司顺利拿下了与江氏集团的大项目，有了它，我们公司即将迈入新的时代。鼓掌！第2项决定是，恭喜我们的董思锦成功晋升市场部总监，恭喜！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了感谢大家的积极配合，今晚我请客海鲜自助。哇！